天秤天蝎座5月前后关系危机指南。天秤啊，都这么难过了，怎么还是不想去放手呢？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这段感情当中啊？因为你其实会发现，当一开始出现一个圣杯5走到逆位的时候，就真的是有那种有苦说不出的难过啊！你不懂我，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的痛，所以你别看天秤平常好像总是一副我什么都不在乎啊，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的这样一个样子，一副模样，但其实实际上天秤心里面也是会在意一些事情的啊，会有在意的一些东西的，那就是你和这一段感情啊。天秤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们做不到对你也不在乎啊。但是天秤的感情就很奇怪，就总是越在乎呢，就越容易受伤。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天秤真的已经是在用圣杯5的这个黑袍子把自己给完全的包裹起来了。我们是为什么要包裹起来？我们是不想让你看见我到底有多难过。但是你说天秤啊，真的是不想被懂吗？我觉得当然不是，谁不想被懂呢？对不对？天秤真的是希望对方你能够对我们好一点啊，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的一个心思的。但是我感觉总是在这边就是事与愿违啊，因为我们天秤现在好像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我觉得会更加偏向于是一个3方关系当中去啊，比如说有可能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桃花之类的啊，因为到后面这边一个恶魔牌，它很明显是有存在一个多方关系的一个并存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说天秤到这边有多心碎啊，对不对？我们好不容易对一个人这么心动，但是我们的这一段感情就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发展下去啊，但是天秤在这边还是放不了手啊，放不下去啊，因为天秤我们跟这个人两个人之间的话，会有一种很强的一个吸引力，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啊，可能是性格上的一个吸引力，或者说是一个气质上面的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一个吸引，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有感觉到天秤的一个眼光是非常好的，天秤喜欢上的人肯定是有某一方面是有一个特别的亮点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这边有一点放不下。那这个恶魔在这边的话，就不管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变成什么样，我们天秤对他就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就是无法自拔的就对他这么深陷进去了啊。但是这边我感觉这段感情真的要往下走有点太难走下去了，因为对方他也是在慢慢的对这段感情有点失去了信心啊。你会发现星币骑士这样一个逆位，两个人有可能本身是有一个这种异地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就是聚少离多那个关系，或者说心与心之间的一个就有一点隔阂在了。所以不管说他心里面再怎么觉得你天秤非常值得，他其实也已经感受不到天秤的爱意了，他不知道天秤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他只会感受到就自己好像真的就是得不到天秤啊，所以慢慢的其实我觉得他也有点失望了，就会觉得好吧，那也无所谓了啊。所以其实星币骑士在这边也是代表说这个人他很爱天秤，但是这个人的话呢，我觉得对方他也是属于那种非常的不开窍啊，至少他对于感情的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的老练，或者说他的一个思维模式其实是不够跳跃的。那很多时候呢，天秤说的话有可能自己都忘了啊，但这个人他就是很深深的记在心里面。所以其实天秤有的时候天马行空的那些话一下子脱口而出的那些话，这个人他其实是会慢半拍的啊。所以我觉得我更偏向于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啊，然后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话，我觉得对方他也会在认真的去思考和我们天秤的未来。在考察天秤和自己到底合不合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天秤说的话，不管是承诺也好，还是说开玩笑，他好像都有点开始从某一时刻开始，他都不会再去特别坚定的相信了，他已经不敢说去信任我们天秤了，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是很单纯也很简单啊，一次被骗他就已经完全没有安全感了，而且他又真的是一个星币牌嘛，土元素啊，他真的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当然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原则性，我们天秤有可能才会特别喜欢这个人啊，越来越喜欢他，只不过就是因为考虑到一个现实啊，所以说对方啊他就有点不敢再像我们天秤这么大步而来了，他就只会慢慢的去考察天秤，所以如果天秤通过这个考验，那他才会回来我们天秤身边。如果说天秤没有通过考验的话，那他可能就会一直在这个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啊，就有点好像不敢再怎么靠近我们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天秤对于这份感情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到这边的时候，一个魔术师在这里，天秤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放手，放不掉的啊。我觉得我们天秤对于这份感情其实还是蛮有信心的，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想，那复合的机会就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如果天秤真的说想要和他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们天秤其实也还是有这样一个胜算在的。但是这个人呢，对方啊，我觉得他实在是有点太过于被动了。就是过于不受天秤的一个控制了啊！我感觉我们天秤宝宝的一些行为可能并不能够说去搞定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只有用真诚或者说爱才能够去打动他啊！所以如果我劝我们天秤，如果说是想要去复合的话，就不要去遮遮掩掩，就是要把真实的自己去露出来，就不要总是这样藏着掖着啊，忽冷忽热的。因为在这边两个人的一个性格确实是不太一样，那一个呢是比较张扬的，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被动的，所以更加需要这个发挥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啊！不要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机会呢就这么流失下去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遗憾，比较可惜啊。
只不过到底要不要复合呢？我觉得我们天秤自己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就是不管我们的一个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得不考虑到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两个人之间，我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除了这个感情问题这个外界的阻碍其实还是相当大的有一些比如说家庭，特别前面恶魔讲的一些三方关系，有可能也是家庭一些阻碍只不过因为权杖5的逆位嘛，那回到权杖4，我们天秤在纠结过后，其实我们还是想要和这个人去成为一个伴侣的关系，所以我们天秤其实一直有在去说服自己，让自己去选择这个人。但是这段感情真的这么简单就能够复合吗？对不对？我感觉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到后面一个战车就说明这份感情它有可能是到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对方呢他会觉得我们天秤是在逼自己就是怎么说呢？要么呢你选天秤，要么呢就不选天秤所以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或者说对于这份感情，他都有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考虑的，或者说他一旦做决定就是一个慎重的决定，那他越是慎重，其实越容易让两个人关系紧张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天秤看来，就会觉得你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爱我了，因为当我在给你出选择题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你没有第一时间选我的话，那你就是不爱了你就是不在意我了。所以天秤的这样一种想法，这种话其实也是会伤害到对方的。那所以战车在这边对方他很有可能就是会被我们天秤给伤害到，那他就会选择呢远离我们的天秤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就是我不想耽误你了我也不想去耽误我自己。分开虽然不是说是他真正的一个想法，但是他还是会用一句就是不合适来麻痹自己，他其实是有在打发自己的也是有在劝自己呢去放手。所以说我们天秤在这边真的就是要崩溃了，因为我们在背后去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努力还是完全没有用，就是你实在是就是太别具一格了所以天秤真的在这边就有点搞不定了。哪怕看起来我们天秤是有胜算的，但其实事实上天秤真的就已经是得不到这个人了，就是已经完全好像是要失去他的一种状态了最后的一个圣杯8真的就还是蛮可惜的。我们天秤真的是有点要幻灭的感觉，就你会发现两个人其实在过去是有过甜美的这种过去一个美好的回忆，但圣杯8就是那种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过去的东西它全部都是摔在地上，就是回不到过去了。所以尽管说两个人还有可能会联系，但是两个人想要恢复到过去的那种甜蜜或者说恢复到过去的那种心动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有点不太可能了因为圣杯8的这种黯然离开可以看到黯然离开背对离开的状态，就说明我们天秤会再一次去说服自己要放下，那我们的这个理智会大于感情所以来回这个磨磨蹭蹭的话，天秤也挺累的，对不对？我们天秤宝宝也会感觉到很心累的。所以哪怕这个人他真的很好，包括说他的一个责任感也很强，但是在现在他的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了两个人的一个负累了，那他真的就是不想要耽误我们天秤对方他就不想要拖我们天秤的后腿，所以他会觉得那我离你天秤远一点就有那种说你天秤很好，所以我惹不起，我不如就放下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后面很大程度上就会变成一个彼此的白月光，虽然说还在双方的世界里面照耀着，但是你说两个人还能触碰到彼此吗？可能就只有时间才会给我们这个答案了。但是如果我觉得真的等到出现答案的那一天，我觉得双方彼此两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遗憾和后悔了我们天蝎宝宝最近还好吗？因为我觉得天蝎在这边有一种进退两难的感觉想爱你呢，但是没有资格；想放弃呢，又不甘心你说天蝎怎么会甘心？两个人其实曾经就像星币2一样，真的就属于那种郎才女貌势均力敌的。我们跟对方就好像差一点，有可能就是变成永远了但是当这边星币2他走到逆位的时候，那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平衡其实已经是被打破了，很多的一个现实问题就完全爆发出来。所以其实像这边这个土元素逆位，真的是会让天蝎觉得很不服气明明我们两个人是这么相爱的，但是为什么偏偏要把我们去给拆散呢？所以说天蝎在这边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懵掉了哪怕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我们也没有去放弃，可能就还是一直有在去想着对方一直有在想着两个人的这一段感情。因为其实对于天蝎来说的话，就是你是我深爱过的人我不想我们的这个收场会就是最后的一个结局是这么潦草就结束的。所以其实到后面这边一个圣杯国王就很明显了，天蝎其实是很想要成为对方的一个唯一的即便说我们知道这条路它确实会很辛苦，但是我们也是愿意去为这一份感情去付出倾尽一切的去克服的。甚至哪怕说这段感情里面它出现一个三方关系了，天蝎其实也是不愿意去放手的。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就这份感情它永远都没有彻底的结束。而且像这个水元素其实两个人之间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完全断掉，而是还会有点藕断丝连。因为毕竟分开的时候就不清不楚那分开之后又怎么会甘心会放下？怎么可能会断得干干净净，对不对所以包括对方，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直有在这个感情的漩涡当中，一直有在跟这个星币2在循环在旋转的。因为对于对方来说，天蝎也是他爱过的人，哪怕说他可能转移目光了他去跟别人去接触了，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天蝎的一个一席之地。因为天蝎真的是一个让他非常难忘的人，他对天蝎的感情并不是说放就能够放的只不过因为圣杯国王在这里的话，那两个人面对这段感情，我觉得其实都是会有一种或者说会有一点矜持的感觉的，就是不太愿意去主动，或者说就做不到一个低头。而且双方其实都是很了解彼此，就是你是什么性格，你是什么态度，我其实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因为明白或者说就是因为相似，就是所以谁也不让谁两个人都不愿意去让，没有人去当那个主动的人。那这段感情的话，没有一个人
人主动，都是在逃避，那就被搁置下来了啊。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停在这边。虽然说水元素它还是在流动，但是有可能除了双方对彼此的这个爱意以外，就没有什么行动力可言啊，停滞下来了。那么我们天蝎啊，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人，但是又不愿意去主动呢？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天蝎其实还是有一点生气的感觉的，对不对？我们天蝎宝宝是有一点是在跟对方赌气，因为天蝎在恋爱当中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啊。像这边这个宝剑皇后在这里，天蝎真的是对对方是倾尽全力去付出的，问心无愧啊，在这段感情当中完全就是问心无愧。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主动呢？对不对？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去认呢？啊，所以天蝎的话，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对方呢他也确实也没有做错什么啊，所以说对方他会觉得很委屈了一点了啊，他其实也认可天蝎没有做错什么的，就明明两个人有可能只是因为一点点的误会而吵架的，只要误会解开，其实就已经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去卑微的去道歉啊？但是因为宝剑皇后她是比较骄傲的，有点骄傲的一个意思在，所以谁都不愿意去低头嘛，那一定要证明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胜者，但其实实际上一段感情真的没有必要靠这种事情来分出一个高低胜负的，到最后真的就是一个两败俱伤。所以我感觉对方他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是属于很压抑的，因为相比于天蝎的这份爱，他的这个感情可能会更加的沉稳一点啊，他其实总是有点好像在润物细无声一样啊，无声的爱天蝎，但是就是什么都不说出口啊，所以说他才会这么憋屈。而且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一个对天蝎就是非常包容的人，曾经两个人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那对方他其实也是一直有在退让，或者说一直有在去妥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自尊的嘛，所以其实走到现在，两个人之间就越闹越凶了啊，他会觉得自己呢越来越把握不住天蝎了啊，他有点摸不透天蝎的一个脾气，也有点就是掌控不住的感觉，所以两个人越是闹，那他就越难过啊，所以这样子一直下去，到最后他就还是放弃了，所以其实才会像前面这边一个圣杯国王一样啊，用冷淡去掩盖自己的一个难过，他宁可就是让天蝎就是误会自己不爱了，他也不想为自己去多辩解一句话啊，他就是有那种说，那行吧，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我在这边。我也付出了，我其实也是无能为力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否定我曾经为你做的所有的一切的话，啊，那行，那我也无话可说，就随你怎么去想吧。所以对方他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在啊，所以对方他从这边这个宝剑，这个前面的宝剑九到这边一个权杖九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就是感同身受，他的心比任何人都要疼，因为在这段感情里面，他其实一直有在默默的去付出的啊，但是好像没有被肯定过。所以天蝎在看到他这么冷淡的样子，他心里面其实也没有好受到哪里去。天蝎其实并不是没有感觉，他曾经做的那些点点滴滴，虽然说他没有去说出口，但是天蝎其实都是记在心里的。天蝎会觉得说，你确实对我很好啊，我也会用同样的爱呢去回报你。所以两个人之前啊才会像前面星币二那样，就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牌面。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天蝎就会开始去真的会去怀疑自己啊，是不是我一直有在去自作多情啊？是不是我的一个一厢情愿？是不是我的这个爱到底是不是都是一些不值得的？所以天蝎其实天蝎的性格啊，真的是不是想跟你闹脾气，而是天蝎心里面真的就是不确定了。那你不说出来，天蝎又怎么会明白呢？对不对？所以真的不要让我们天蝎宝宝继续猜下去了，好不好？如果你真的爱天蝎，就真的不要让天蝎再这么难过，好不好？但是这边啊，这边星币六在这里，我觉得其实。之前的那种平衡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回不来，很难回来。因为这段感情如果想要走下去，那肯定是有一个人是需要一直去妥协，或者说一直去受委屈的。那天蝎最近可能并不会去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啊。当然，并不是说就是天蝎真的就这么嘴硬，一点委屈都不肯受啊。天蝎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性格的啊。天蝎因为真的就是你是我们最喜欢的人，那我们怎么可能说不想去为你妥协，对不对？只不过原因在这边就是我们天蝎最近不光是感情上面啊，毕竟这个星币牌吧，那不光是感情上比较困难，我们在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应该还是蛮混乱的。因为其实星币六在这里，那天蝎可能就一直需要去应付各种各样的人啊，或者说这个事情啊。前面其实也说了，天蝎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天蝎其实可能一直有在去忙工作、忙事业，甚至可能看起来会为了工作就忽略掉自己的感情了啊。但实际上你说天蝎这么努力啊，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对不对？因为其实前面也已经说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现实阻碍在这里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开头一个星币牌的一个逆位，那可能在各方的力量都是有在去，好像有在拆散两个人一样啊。但是天蝎不甘心啊，所以天蝎就还是想要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去改变自己。当然，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去分一点心出去啊，因为我们也不想一直都陷在那种难过的状态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对方的啊，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的。天蝎其实遇到问题，天蝎不怕问题的，天蝎会想去怎么去解决。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才会表现的这么冷淡和一个无所谓，甚至说有可能是一点情面都不会留了啊，不留情面的感觉。所以我们天蝎的这个状态也会让对方就更加的心灰意冷了，因为对方他这边他是一个圣杯十，圣杯十说明他其实是想要来挽留天蝎的，他想要去当前面星币六当中的那个妥协的那个人的。但是天蝎的一个态度真的就是太生硬了啊，或者说当他看到天蝎现在生活这么的一个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更加不敢来找天蝎了啊。他在这么自律或者说这么优秀的天蝎面前，他其实会有一点就是自卑感会产生了，因为两个人分开之后，天蝎其实一直有在努力的去搞事业的啊，但是他好像就一直有
就在这个水元素圣杯水元素的这种难过当中，甚至他想的其实还是圣杯十这种想要跟天蝎结婚的一个结局。我觉得他其实一直有在去幻想这样一个画面的，就两个人走到婚姻的殿堂啊，所以对方他会觉得自己这样子是不是有点配不上现在这么优秀的天蝎了啊？当然，实际上天蝎也很容易被感情的事情分心的，但是天蝎在这边最近就还是在强撑着而已啊。我们天蝎宝宝真的是说出来的话，天蝎的难过不比对方少的，只不过两个人都是有在看着这段感情的一个未来的时候，就有点忽略了这段感情的一个现在。所以如果天蝎的一个态度不去软化下来啊，再加上对方不去鼓起这个勇气的话，那真的可能别说未来了啊，这段感情有可能真的连明天都有点走不到了啊。所以我感觉其实双方真的是要考虑一下两个人面对彼此的一个态度问题，因为像结局牌这边啊，这张权杖侍从的一个逆位，那两个人这个态度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强硬的啊，就好像两颗鸡蛋一样啊，你去硬碰硬的话肯定是要心碎的。所以其实权杖侍从在这里就很明显，双方心里面并没有放下彼此，两个人还是想要找回之前那种恋爱的感觉，但是因为走到逆位的时候啊，两个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跟彼此去开口，甚至两个人现在有可能就是一个断联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接下去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很难有一个好转啊。那断联一下子其实还是不要紧的，如果说断联太久的话，那可能这个感情它就会变质了啊。因为说实话，天蝎身边并不是没有桃花，天蝎真的本身就很优秀，加上现在又是在这么努力，真的就是整个人是发光的啊。那加上对方他也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别人喜欢，所以如果连你们两个人都不抓紧的话，那真的岂不是白白让别人去钻空子嘛，对吧？所以这边结束这边一个火元素逆位，真的会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感觉。虽然说天蝎的爱非常深也非常长久，但是再深沉的爱也是经不起消耗的。如果说没有人来珍惜天蝎的爱的话，那天蝎其实也可以比任何人都做到绝情的。